我们不是正常人。我有病，老乔很高兴，这是你说的啊，所以我同意。我有药，其实挺危险的。哦，就是我们被人跟对我跟他就是他是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既然这么危险，就别去了。我周末要做一个直播，关于在邮轮上遇到病毒，像最近这个新闻，遇到病毒了，成双成对的在邮轮旅行中过世。看完这个新闻之后，我会有一个什么想法吗？这个想法很可能会掉粉啊。如果他们的信念，这一对夫妻的信念是环游世界，在人生的后半阶段，我们终于有时间去环游世界了。而你们俩是死在环游世界的路上，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度浪漫的事情，极度崇高和浪漫的事情，就变成说什么呢？如果我要把在旅行途中遇到意外也好，病毒也好，病毒也算是一种意外嘛，然后就是连家都回不了，我是不是得分成2个部分来说？一部分是把旅行看作生命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人，一部分人是觉得我为了旅行而旅行的人，对吧？我的重点不在这儿，我是要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的。但是对于那些把旅行作为自己生命中很重要的那个部分的人来说，我能跟我的爱人死在环游世界的路上，这是一种莫大的，对于旅行者，这真热爱旅行的人来讲，那种莫大的幸福。是不是我脑子很有问题？没问题。因为你也觉得你脑子有问题，所以你才会觉得我没问题。我们前阵一个事，现在就不讲了。反正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说，其实人是这样，你的恐惧是你不知道你是怎么死，最后什么时候死。你的恐惧就不知道是在，对吧？我们都只是想象看见别人是怎么样。是。那么当有的时候，你看很笃定的是一个很顺利的一个过程，就是没有折腾你，然后你又知道是怎么走的。其实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因为我们往往的人是不接受这个 ending 的这一个东西，大家都是排斥掉的。你如果把它放在你生命中必然会发生那个事情，那么它有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不就是你刚才讲的是一种幸福的事情吗？还有一件事情，你们2位，你们要随时打断我们。阿婆，你记不记得曾经我们俩做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到过一集，就是说，人生最幸福的是什么？就是不留遗憾。对啊，我那一次对我的触动很大，所以我老说阿婆是我的人心理按摩师一段时间脑子不正常了，要找阿婆来按摩一下，疏通一下经络。好，那我在这之后，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坐在飞机上，飞机砰颠簸了一下，我马上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有遗憾。是的，是的，真的。你不知道这一下颠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对，你可能这个颠簸之后就意味着蹭的一下，我蹭的一下，然后就马上问自己，如果这时候蹭的一下，我有什么大的遗憾吗？我觉得我的答案让我一直从那次之后，我开始问我这个问题开始，我就一直让我自己很满意。就是你就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就成为一种习惯，就能满足。当你觉得说这个事情你可能会付出一个大的代价，不知道蹭那一下，对吧？甚至有时候，比如说我坐在朋友的车上哈，然后他在走高速，然后我觉得他有点不安全，然后那个时候就问一下自己，如果现在我蹭了一下，然后我还有什么特别大的遗憾没有？如果是今天肯定有的，阿婆的风沙鸡没吃到。所以就是，但是我觉得我的答案给我自己的就是说，因为过去几年对自己足够好，我就觉得那就好。对我就会满足就好。对，我必是有遗憾的嘛，对吧？所以我昨天还跟他讲，我有病，老乔很高兴，这是你说的啊，所以我同意。
我有要。有的时候被一种惯性或者一种氛围，然后你会进入一些关系当中，然后就会突然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有病。人不可能没有遗憾，除非你没有愿望，有愿望都有遗憾，对吧？但是就是说，没有那种大的遗憾就好。就是有时候我该说的，我该做的，我本该有时间我没做，欠了啥？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可能有的遗憾，对啊，就是你欠了什么，你还没来得及还上，不管欠什么啊，就你还没有来得及还上，你欠的，对，然后你没有机会再还了，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每次的一下的时候，就会想说，也有可能也有天天没在预演完成的事情，上次出去还要跟象说我的这什么什么都给你。我跟阿婆说了，对我说我回来第一个要报平安的是花花，他要给他要出行嘛，然后还要给象交代很多事情，万一我这次怎样，然后你就是不是什么样，这很正常。你看我跟我的观众都是开 meeting 啊，就是出发前的注意事项，特别是在现在就是我们叫做乱世。哎呀，很幸福。我们生活在乱世，现在好。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乱世，我要出行，那比如说我们就很正常嘛，就是官方的，哪怕你的护照的最后一页也是写紧急联络方式，对吧？护照的最后一页，你还有就是我们出发，无论是航空公司也好，邮轮公司也好，都要你填写紧急联络人，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对吧？然后呢，我这一次我就写的是他，那我跟他交代的时候，然后他把他给吓到了。不，我就说，既然这么危险，就别去了。有时候这没错，这样子的，对吧？既然这么危险，就别去。这么乱，你还出门去添不是乱？是你看现在航空公司运力多少紧张，油都加不起了，你还去给他添乱？没有，我上次出门的时候是在油很紧张之前，他们储存的，是的，不是，因为他可能没有经历过，就是说以我很专业的手法来跟他做交代，他以为很特别，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就包括就是说，万一我有事儿，你要跟谁去商量，我都交代。就是反正我试图镇定一点，但越听越瘆得慌，就。像这次见到像都瘦了。不是，你因为尤其是我们华人，其实是避讳说这个事。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他其实要去旅行哈，夫妻来一起，但他的很明确的意思，也就是说我要交代好这些事情，但是他又不能以很正式的方式来交代的，就像你这样子把人家吓的这种方式。必须很正式啊！他就是做一个，哎呀，那我要写个遗嘱什么的，就还没办好，哎呀，把这个事情，总之吧，就是他就会把这悄咪咪的这些事情都得做好，但他不会像你这样这么正式的跟人家说，你知道吗？就是万一我有事儿，你要先打电话给谁，然后跟谁交代，然后来我再拉一个群哈，然后你跟，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吓死了，对，所以我说我回来，我现在花花我很平安，马上到了啊，这是个正规的一个程序，一定要做的，好吧？对吧？你不能说，你如果说我悄不声的跑了，完了这个人消失了，消失在地球的哪里你不知道，这不就更吓人？对不对？我至少要把轨迹，你记得我们上次我们旅行事情是要这么做，对吧？然后就是我跟阿婆几月几号什么飞机，然后到哪儿哪个酒店哈，什么地址什么电话，然后万一被人每一天劫舍了，别，然后就比如说我们包括我们船这么长时间，他哪一天靠哪个港，嘿，突然我们在某一天失联了，你知道说几年几月几号这两个人失联了，他当时应该在哪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他在这时候在群里就有一个很详细的时间。对，是的，我就不会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马航那些人就是没有准备好这个，是的，到现在都找不着。那人家这个这的确是呀。你看那个就是，就之前那个叫谁呀？不是被
被缅北绑架的那个，他女朋友就很聪明，所有线索从一开始都是留好在哪的，里，所以他清楚知道，所以这会救人家还没意识到这个事情有多严重，他已经感觉到有问题了，没错吧？他就开始马上发什么，你看我做的多对啊，他真的是被他女朋友救出来的啊！你看我做的多对啊，对是不是？你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我失联了，是不是？哪一天你跟警察叔叔说的时候，也能说出几年几月几号几点钟之后他失联了？那个时候他 suppose 应该在地球的哪一个位置？对，我们俩还在路上跟人讲讨价还价啊，对吧？所以连出租车的车牌号都被你们拍下传送出去了。那是必须的，万一他实际上是要留一个，平时是要有这个习惯。对，就比如说我坐上出租车，我上次，比如我不跟你讲了，我车一下又坐错了嘛，坐错时间来不及了嘛，我就打 Uber，实际上是很近的，但是打 Uber 我都得把所有的车号什么我都得记得呢。你要然后截屏，你打 Uber 不是他有车牌号啊，谁是谁嘛，要截屏啪发给乔老爷，对，但我没发给他，后来发现这个没用，要被截走了就也没有，当场发走。对，应该发出去。对，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的行程突然之间本来是打算这样的，然后突然我决定叫了个 Uber， 然后我的 Uber 车马上就到了，咵截个屏，咵反正乔老爷对，应该是要。他甚至可以知道说你应该 suppose 这辆 Uber 你上去之后你几点钟应该到目的地。对，他是查得到。谁把你送到的目的地？对，因为我那天就突然间在某个地方我就叫了一个 Uber。是的。然后 OK， 因为我完全没有方向感，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我都说不出来，所以就要去截屏。对，但是我截了以后，我没发给你，傻不傻？自己看，自己留着看。我有一次最好玩，在国内哈，然后下车提前一站下，但我不知道。总之，然后我就往里面走，没有走就走错了，因为你提前一站嘛。你看过去，因为我不跟你讲，我没有方向感，我觉得那房子都一样，那我一直认定那个是我家。那么就一直走过去的话，它其实不是，完了你就迷路了吗？你是要回家吗？当时？回家就错了然后回错了，回错了以后那怎么办呢？那其实我就那时候就很慌张，因为夜里了10点多就晚上玩回来，然后又在那个巷子里面。因为本身我是不该走进巷子，但是因为我认为那个是家，所以我就往那边走，但是不对。那这下暗默默的全是巷子，然后我就赶紧在路边拿了一个的士，那个的士那个司机估计就神经，就被我吓到了。坐上去以后，其实就在旁边，就拐个弯，就拐1分钟不到，就到了。就他没想到你，他没想到你什么意思，但是我真不知道，我已经完全迷路，我也说不出地址。你们都知道我不记地址了。这是女劫匪。他以为我出那个，他也很害怕，觉得就这个人怎么就是上去一下就拐个弯，其实就提前一站下车嘛。老乔老爱说那句话，出门小心点，注意安全。其实他是空话。他没有教我一个实质的技巧，对，就应该说你出门每到一个街角拐角处，必须拍一张照片给我发过来，而且不是晚一点发，是现在马上立即发。他马上收到的时候知道几年几月几号几分几秒。因为我真的，我这次跟友出去墨西哥，我们2个你讲的那一段，我还拍一下，就是有一段，其实挺危险的。哦，这是我们被人跟踪的那一段。我跟他就是他是你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我们下来，其实他那个墨西哥那个地方，你看都是兵哥哥拿着那个枪在巡逻，他不是普通的警察，他是拿着那个枪。应该没有子弹的枪吧？我知道，我觉得是荷枪实弹，因为他那个是部队，车开的全是那个军车，对，他不是全都是穿背带衣、荷枪，还蒙面的，然后就很恐怖、很紧张。然后在那个地方，只要游轮下来的地方，它有一个很小的区域，就围绕着这个游轮附近，那个是安全的，那个就是所有都荷枪实弹。但我们2个呢，拍，聊，就穿到小巷里面去。就离开这个主干道，出了封锁线。对，离开主干道，然后一进去，他还在前面就那个拍，因为那个房子都很好看，就是很有特色嘛，就在这里，而且那个窗台很低，就你还可以瞄到别人家里面的样子。然后他就在那里一路就他集中在那，然后其实我还是警惕的，我一直跟在他后面，我就看着有一个人在跟着他。就有一个男的就一直跟，那我跟友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本来就在拍那个的，结果那个男的就一直跟，
跟了有一个什么表示他在跟呢？一有停下来，他也停，然后你回头，他也假装回头，那其实我是在后面的，然后我又没办法把一友喊过来，因为我怕惊动了他，然后后来我就走进跟一友，我说一友走，我们赶紧走，我说你走，你跟我这边走，然后就过了个马路，那个人后面又跟过来了，就又回头，因为那个地方无所事事，因为那是居民区，要不你回家，要不你去办事儿。他根本什么都不是的一个人，那就是跟踪你。那个地方没有任何商业什么，他又不回家，他一直绕着我们。然后我走了以后，后来我就一直盯着那个人，我跟一友讲，你往前走，你就一直走。然后我就这时候跟他靠很近，我就一直看着他。你毕竟看着他，对他是有威慑力的。对，我就一直看着他，然后我们就赶紧走过这个马路，走到我们安全的地方。阿婆是用眼神喝退。我一直看着他，我就一直看着他。估计那个是墨西哥国家安全部门的。就是像一个男的穿了个白衣，我们还拍下来了。就我们在拍街景的时候，拍街景把他拍下来，我告诉他就这个人。对，然后后来我们回顾视频，阿婆说就是他。所以当时应该拍下来，马上发给乔叔。我们那时候不敢告诉你们，就是我们已经完全走离开了，就是游客区，离开了游客区，完全离开游客区、商业区，我们都离开了。对，那个房子都是彩色的，每个小房子被吸引住了，就是很好看的油漆的那种就够。后来那个人他看完，然后他就不朝着我们一个方向，他就走个岔路，就从那边走掉了，在阿婆。就是电他，我就一只眼睛我说你走这边，我就一直看着他，一直看他，他知道我们在看他。我们掉头，他也掉头了。然后我们他有一个 V 型的一个路口，然后我们从这边走，他就从那边走。然后他走到那边了，阿婆指给我看，那就是那个人。所以你看，你出门有的时候你要说你没有这个心眼，傻乎乎的不行的，对不对？你看阿婆多小心。其实我很乔老爷不用很紧张。其实我很小心。阿婆虽然丢得了，但是遇到坏人他绝对有一手。坏人打不过他。他用眼神杀死他。阿婆搞不好那天那个叫什么那个 Uber 那个司机都被他吓到了，就转口路口还给他拍了张照，然后他偷偷翻了。哎，阿公，我问你啊，如果说现在的局势啊，你看啊，咱们现在火上加油了，一个是战局，我觉得伊朗那边打仗吧，就我们不讨论就是政治方面的事情啊，就伊朗那边打仗，我最怕的不是战火波及到我们，我们离得太远了，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某一方变成弱势，觉得自己吃亏了之后，他们散布在海外的移民和他们的势力们要报复，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其实就是可能会跟我们离得非常非常近，也很难讲，对不对？这是我担心的问题。好，这是一件事儿啊，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件事情就是最近不是那个汉坦病毒，对吧？你也很难讲，会不会在陆地上啊，像那个 COVID 一样，我们都经历过 COVID 了嘛？啊，就可能。对吧？飞机上啊，酒店里啊，邮轮上啊，哪怕是公共汽车上啊，不知道现在的走势。对，不知道这个走势。哎，这个时候，阿公一看已有的视频，发现有个邮轮航线不错，呀，这个挺不错，是我想要的。好，你会选择在这一年，我们不说明年啊，咱就说今年吧，你在今年出门旅行吗？我的旅行我是特定的，我不是，其实我这个人不热衷于旅行，其实我倒比较喜欢的是旅居哦，我跟阿伯愿意去一个地方去感受一个地方的生活，出门就算。是啊，我会愿意这样的。其实我不太受这个因素的影响，因为说句话，你没有泰坦病毒，也有别的病毒，时时刻刻在世界到处都在发生着，只是有的东西报道出来，感冒也会死人的。你不能说我感冒，你说日本发生感冒了，我该去旅行不去，不可能。对，没有严格意义，除非它已经影响了整个的交通秩序了，那像你想出都出不去，你出不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你那时候 COVID 你不还你没看我们 COVID 的时候，从多伦多搬过来的，是啊，我知道。那时候都没人，街上都那是个好时候啊！你想那个时候心里面想要搬的人
现在都在后悔，为什么当初我没有在那个时候办？但是因为那时候局势不明朗啊，不知道还会不会我觉得那不影响我，原则上不影响我。如果要出门旅行的话，不是我做决定的主要依据。那不契合了他刚才说的那句话，很浪漫。这不是浪漫，我觉得只是我生活需要。就我需要走这一趟，对我生活需要，只要我走得出去。对，我觉得就是正常。因为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多少战争、多少饥荒、多少疾病，时刻都在发生。你去查所有的人类历史，没有严格意义说的永远安全的一个时期。你不知道现在是安全还是不安全。最和平的时间，世界都有在发生战争的地方。对啊，还有就是说，你可能是你不知道，你也许是你认为最安全的地方，恰恰出事儿。对啊。如果真的是哪那才是最遗憾的。真的是一个是你出门发生什么事情，跟你在家里可能人在家中坐或从天上来是一回事。只是概率到不到你身边，到了时候那也是你该走就走了，因为什么？老天通知你出差结束了，回来吧，没事。所以就像你看《死神来了》的，你看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你想这么多干嘛？因为他要带走你，什么情况下都能把你带走。对的，没有预先通知，没有任何一个人有预先通知的。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现在这个年代。应该是有历史以来迁徙最安全的年代了。你从古至今啊，特别是古代的时候，迁徙就意味着你这个族群得要死一半，到了目的地，是的，对吧？但是现在其实是最安全的。我们无论是说从飞机从天上掉下来的几率啊，对吧？你邮轮遇到病毒的概率啊，就是货从天上来的概率啊，都是非常小的一个小概率。对。然后你还指望说，明年会比今年更太平？对，更安全，更太平。对。有很多地方就没了。它就没了。所以这个叫什么？提早过滤了。按佛家说的叫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未来还没到来，你焦虑那么多，其实是平添烦恼的事情。其实你看我昨天那个视频上去之后，我底下的留言，有一些人平时可能也不怎么特别关注我频道的，这时候终于发话了，就是，哎呀，我就是不出门啦，我把我接下来的旅行全部取消啦，我不出门了。我很想回他一句，就是阿波光刚刚说的话，就是你在家里面待着，你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有一些你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然后，但是，当然这个不能很主观的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没有把旅行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他可有可能。像你说的，现代社会的旅行啊，你已经很舒适又安全了。你说过去50年前，上个世纪的40几年、50几年的时候，你跨个到美洲来，你都要坐轮船，要坐1个多月对，1-2个月。就对，我记得当时看什么啊，我那时候还小，是什么那个8月桂花香。然后不是那个划个船划了1年回来，就从国外带了把枪回来，笑死了。我妈还在说，这么长的时间，多少风险在等着你。还有这个科技进步，它的安全性也是大大提高了。我们说从现在的那个所有的新闻传播方式的那个快速和那个以前就是说没有这么多的传播途径，你就以为没什么事。对。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更多事，只是没有什么东西来传播给你。对，现在各种一点点小事，对吧？你家里噎死了，可能都会知道。他朋友就拍出来就知道了嘛，对吧？对呀，这个病毒发生的时候好早，人家第一时间就，对吧？你像过去要多久才会传播到你这里？对啊。所以有时候现在看来好像就感觉这事情等传播到了已经是过去时了，对，你也不觉得恐慌了，就已经。所以我们个人更不用把这种恐惧放大化，越放大其实对自己无益的。焦虑。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当然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从这个分析，我老跟我的观众讲，就是说你要等好价钱，邮轮你要等好价钱，你要看大盘。
大盘还包括了政治局势啊，战局啊，市场啊，它有没有竞品啊，各种各样啊。那现在这个病毒这个事情，汉坦病毒这个事情，就是大盘中的其中的一部分。不，我倒是从我人生经验，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比如说大家都会觉得他预测他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他偏不发生。有时候就是完全你不会觉得怎样，它就发生的一塌糊涂。就像当时 COVID 也是这样，对吧？然后后面有几次就觉得哇，又有新病毒，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它会已经有预料了，已经可以像上次有范本了，都没有发生。对，但恰恰都是在你不经意、你不认为什么样的时候，它就发生。